被迫相亲，为让对方知难而退，我准备出绝招，我不孕。哼，哟，巧了，我不育。啊，我爱望景深一，我也爱黄金切尔西。彻底绷不住了。春天到了，万水流行复苏。我妈流行催婚，我流行相亲走过场。我妈这人啥都好，就是一点攀比心太强。自从排有相继当奶奶，她表面上不说，暗地里嘴都急聊炮了。找没找到对象？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找到对象？小时候我想养狗，不准。现在他想抱孙子，我才25。他1周10场相亲的架势，不知道的以为我55。他暴脾气，我驴性子，为了家庭和睦，每场都去，每次都空手而归。真不是我眼光高，主要是媒婆对男方真不挑，只要钱给到位，死的都能说成活的，嘴里每句话单周出来都算诈骗。上次他说公司的，手底下几万员工的，结果一看是养蜜蜂的。上次这小伙子烧的一手好菜，结果一看对方只有一条胳膊。更离谱的在后面，他说人老实话不多，结果对方是个植物人，这已经不是话不多了，这是压根说不出话。最离谱的一次，他给我介绍了个杀人犯，还信誓旦旦的跟我保证他改好了，现在不杀了。你看来的路上都没有杀我。说1.8米爱运动，本人1.6米，跳起来算。媒婆的嘴骗人的鬼，死的都能说成活的。这不去干传销可惜了。综上所述，媒人的话可信度为0，但我妈不信邪，我前没给我安排出门，她后脚视频就打了过来，笑得意有所指。闺女，你看一定要打扮的好看点，这次绝对是优质男。这次连吹都不好意思吹了。可想而知，差劲出了天际。我妈看我这表情，眉头一紧：“你手机拿远点，给我看看今天穿成啥样。”鉴于我有直接穿我奶衣服出门吓跑男方的潜力，她不放心，我照做。卡其色风衣搭配米色小高跟。我妈满意的点头。我看着挂断的电话，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。你有张良计，去了可过表就成，劝退对方，我最在行。伸手拢了拢外套，将扣子扣紧，隐约露出一抹大红色。你有张良计，我自有对策。春天到了，我妈流行催婚，我流行走过场，和对方约在咖啡厅见面。不为别的，这地儿我熟，来了7、8次了。咖啡每次都点浓缩的，这样我喝的时候看着对方，就不会觉得自己命苦了。到的时候距约定还有5分钟，对方说他已经到了。根据经验，让媒婆都没良心吹的人，不是最拉胯的，也是第2拉胯的。扫了一圈，有2个地中海，还有一个背影帅哥，身材笔挺。我刚想从俩地中海里挑一个1号桌，我抬眼往那个方向看去。就见刚刚的背影帅哥恰好转头，长得异常精致，皮肤冷白，视线碰撞，他好像确认了什么，挑起眉梢。我去，这么帅，好想抓把屎冷静一下。我默默走近坐下。宋时微，他伸出修长匀称的手。陈怀之连忙端起面前的咖啡猛灌，苦到头皮发麻，顿时意念尽散。为了让他知难而退，甩锅给对方，我率先出击。什么学历？我可不喜欢学历低的。上次那个西装革履，他说自己研究生差点毕业，我想着本科也挺好，结果下一秒他说出了点意外，小学没毕业，真是小刀刺屁股，让我开了眼。或许是我的错觉，语气有几分故作惋惜。堪堪博士，还顺手递了本毕业证书，看到牛津大学计算机博士几个字，默默合上，踢到铁板了。我转移话题，有几套房，我家亲戚很多，婚后都要住一起的。这话够过分了吧？我妈听到都想扇我的程度。3代单传，哪来的7大姑8大弥？哟，我就喜欢热闹，房子太多，平时根本住不完。他说着，从身后掏出一个塑料袋，大把的钥匙哗哗响，颇有种林黛玉起鬼火的错乱感。算你狠！我清了清嗓子，我只考虑180以上的。上次那个说1.8米，结果还没我高。你虚报个3公分，我还能勉强理解。结果你的1.8米还没我1.75米高，秦始皇听了都得气得爬起来重新统一度量关，你说是不是？他勾起唇角，坐姿散漫。他有没有1.8米我不太清楚，但是坐在你面前的这个1.88米。不是媒婆，你怎么回事？咋还扁性了？对方身上挑不出毛病，只能伤敌1000，自损800了。我咬咬牙，一脸视死如归。胡诌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不孕。”这够狠了吧？哟。真巧了，我不育。遇到对手了，没办法，只能放大招。我闭了闭眼，脱下外套，露出里面的望紧身衣。他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啊，我爱望紧身衣。这够变态了吧？从桌底默默伸出脚，一双金色如船大的开口靴闪闪发光。
我也爱黄金切尔西。彻底绷不住了，我彻底绷不住了。我是装的，他像真的。不是哥们儿，你就认回输能怎么的？他从喉咙深处溢出不断的低笑。不能。我握拳想跑，电话响了，我妈的声音不用开免提都听得一清二楚。闺女，跟怀之相处的怎么样？这孩子可优秀了，配你那是2个来回还不带拐弯的。你小时候仗着发育早个高，就爱欺负人家，你演猪八戒，强迫人家演高翠兰。越听越不对劲，这口吻好像认识。妈，他不是媒婆介绍的吗？哪能啊，就他那挑人的眼光，我看了都反胃，也难为你见那么多。陈峰的记忆倒带，就小时候隔壁你陈阿姨家儿子。挂了电话，我抬头，八戒哥哥，两眼一黑，没开玩笑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。10年能让一个人的变化这么大。从我3岁认识他到15岁分开，他一直病恹恹的，早产儿，瘦瘦条条，风一吹就倒，皮肤白得过分，活脱脱翻版林黛玉，粉雕玉雕，披着毛绒戚风，画里的小仙童。好漂亮的妹妹。阿姨，小孩很贵吗？为啥手机店就送你这么点儿？我妈甚至来不及捂我的嘴，只能原地尬笑。哼，笨蛋，你被骗了，我们明明是垃圾桶里捡的。他们对视一眼，转身捂脸，肯定是妹妹被骗了，大人不计小人管过。没关系，你还小啦，被大人骗也正常。她紧抿着唇，眼眶泛红，睫毛上缀着晶莹。我不知所措，突然想起爸爸平时是怎么哄妈妈的，走上前，吧唧往妹妹脸上亲了口。她茫然地眨了眨眼睛。妈妈，他对我耍流氓。陈阿姨一边憋着笑，一边抱起她哄。我心虚地看了眼我妈，她深吸口气，脸颊抽搐。完蛋了，回家又要挨揍了。我妈没揍我，但她只允许我吃1碗饭，这还不如揍我一顿。1碗怎么能饱？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只是发育早。闺女啊，听话，咱少吃点，你这长的速度太吓人了。可是我饿呀。说出去谁敢信你只有3岁，5岁还差不多。可是你再吃就没有小朋友愿意和你手。是哦，他们觉得我是大朋友都不跟我玩，不过没关系，现在来了个小妹妹。妈妈，妹妹这么小，是不是因为她吃的少啊？也算吧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我明白了，想到妹妹今天还被我弄哭了，我偷偷到卧室把好朋友豆豆揣怀里。我们家是养猪的，豆豆出生时差点死掉。我敲门是陆叔叔给我开的门。我来找妹妹玩。他一开始没反应过来。怀之，快出来和姐姐玩，让你小子平时不爱吃饭。妹妹还在生气，见到我又开始掉眼泪，像个水龙头。哎，妹妹对不起，别哭啦，我把我的好朋友送给你。豆豆哼唧出声，顿时止住眼泪，却忘了豆豆有他1半大。他嘴一瘪，像个小鸭子，眼看又要哭，我连忙捂住他的嘴。我向他介绍我的好朋友。这是你送我的宠物吗？我点头又摇头。我妈妈说多吃饭长得快，等它长大了就可以清蒸、红烧、炖汤。说着，我忍不住滋溜了下口水。妹妹，你到时候多吃点，可好吃啦。我每天都会去找妹妹，问她要不要做我的好朋友，还把妈妈规定每天只能吃1颗的奶糖送给她吃。糖，妹妹吃了。妹妹说她考虑考虑。妈妈笑我从小就有当舔狗的潜质。我不懂舔狗是什么意思，但是爸爸每次都很骄傲地说，舔狗舔到最后应有尽有。所以舔狗是好词。谢谢妈妈夸我。妈妈笑什么呀？我妈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我也不懂她在笑什么。其实我很聪明的，妹妹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小朋友，和她做好朋友会让我很有面子。我的牙好疼，我们早就是好朋友了。我妈妈说我在骗你糖吃，她就请我竹笋炒肉。我愣了半天。妹妹，你说话怎么漏风啦？她不情不愿地拿开手，露出漏风的门牙。我吃太多糖，虫虫把我牙齿吃掉了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好可怕。妹妹，竹笋炒肉好吃吗？比起妹妹的挑食，我妈说我嘴馋，连路边粑粑都想舔一口尝尝味儿。好吃，好吃到流眼泪。我眼睛亮了起来，好想尝尝。你死笨蛋吗？那是揍你的。哦，好的，那不尝了。和红烧耳巴子一样，屁股开花。和妹妹成为好朋友之后，我忍不住想炫耀，于是带着妹妹去公园里找他们。你们不想和我交朋友，我还想跟你们耍呢。看，
我的好朋友比你们都可爱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他们在欺负我的好朋友。我绷起脸，紧紧牵过妹妹的手。他们见状后退2步，指着我一脸不确定地问他：没错，如果你们再欺负我，他就会吃掉你们。他一顿可以吃3个小半毛。像极了插画书里说的狐假虎威。他们吓得脸色发白。我大惊，我只是一顿吃3碗饭，怎么就变成吃3个小孩了？我上前想要解释，别过来，对不起，我们以后不欺负他了。然后一溜烟都跑了。我风评受害。没关系，他们不跟你玩，我跟你玩，我们做一辈子好朋友。这天中午，妹妹端着她的小碗找我一起吃饭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好朋友？那你凯不凯可以帮我吃点饭？我吃不完太多啦，我不能浪费粮食。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天天不浪费粮食。谢谢你。后来，妹妹每天一到点就端着小碗来找我，我们坐着小板凳在院子里边晒太阳边吃饭。妹妹每次端着吃光的空碗回去都被夸，她开心。妈妈和陈阿姨都欣慰，说我们很懂事，终于长大了，可以自己吃饭了。直到有一天中午，宋时威，你给我出来！我正扒着妹妹碗里的饭，她蹲在地上玩蚂蚁，一声大吼，震得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我妈和陈阿姨各拿一根鸡毛毯子，面带怒容。宋时威，你要死啊！陈怀之，你要死啊！怪不得我越来越壮，妹妹都快瘦得没有了，感情饭都吃我肚子里去了。他们各拎回家。第二天，我和妹妹捂着被揍的屁股，隔窗对视。从此失去吃饭自由。知道妹妹不是妹妹的那天，雨下得好大。我和妹妹在院子里耍，没一会儿浑身都淋湿了。陈阿姨牵着妹妹，妈妈牵着我，一边说等会儿就揍我们，一边要带我们去洗澡换衣服。我挣开妈妈的手，抱住陈阿姨大腿。我想和妹妹一起洗澡，电视上说好朋友就应该一起做所有的事情。妹妹头摇得像拨浪鼓，奋力反抗。不行不行，我是男孩子，你是女孩子。我不信。我妈拿着柳条给我解释了好久，最后我不得不相信我的好朋友原来是男孩子。我哭得很伤心，接受不了漂亮妹妹变成了柔弱哥哥。据我妈说，我平时哭得很烦人，但是那天我哭得悄无声息，像死了爹妈一样伤心欲绝，搞得她想打我都不好意思下手。陈阿姨一家都很喜欢我，见我伤心，陆叔叔让我以后嫁给陈怀之就可以一辈子和他在一起玩了。小石薇不哭了，以后嫁给怀之就能一辈子跟他一起玩。我爸脸黑了，我哭得更大声了。太弱鸡了，我不想嫁给他。那我嫁给你也行。我顿时就不哭了。这次轮到陆叔叔的脸黑了。我爸在一旁嘎嘎笑。陈怀之以后会嫁给我，我们还可以永远做好朋友。这个认知让我很开心。听说夫妻晚上会去公园里遛狗，我拉着陈怀之去公园里遛圆圆。圆圆是一只小花猪。豆豆上个月刚下的崽，路上的人看到我们都笑，有2个大朋友说我们是土鳖。我没听过这个词。那我要当土鳖国公主，那我就是土鳖国王子。上初中时，学校组织文艺汇演，我学的二胡，陈怀之学的唢呐。老师让换个才艺，我寻思也没别的能拿得上台面的，还是演小品吧。最终定下的主题是高老庄娶亲，剧本是我改编的。关于角色分配问题，我俩起了争执。陈怀之打死不乐意演高翠兰。我比你高，比你重，还比你力气大。他气得眉毛快拧成死结。你如果不答应，那我们只能唱《小寡妇上坟》喽。他脸色变了变。行啊，行啊。我跟他说，我们只演个片段，而实际上是2个片段。演出当天，台上布着假山景，台下是乌泱泱的人群。陈怀之饰演的高翠兰正在被2个衙役调戏。就在他惊慌无措之际，俺老朱不是，俺钱棚元帅从天而降，扛着簸箕打跑了衙役。我帅气的身姿令高翠兰看我入了痴。俺叫猪八戒，敢问姑娘何名何姓？
家住何方？他手捻丝帕，半遮着脸，细声细语：乌斯藏国高老庄高翠兰是也。那俺老朱护送姑娘回家。他半躺在地，眨眼暗示：八戒哥哥，奴家刚刚脚扭了。台下来一阵大笑，他藏在衣袖里的手羞耻的都快把衣角掐烂了。私下排练时，他抗拒台词和原著不相合，我指责他不懂小品。看他这个样子，我没憋住，一时间演得多少带了点私人情绪。嘿嘿，俺老朱力气大，那俺背着姑娘走。轻松将她背在背上，身后响起耳熟的音乐，我绕着舞台转了2圈，越转越带劲。四周喝彩声此起彼伏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。他把头死死埋在我脖颈处，不肯抬起来，从脸红到耳根，声音带着羞愤：别转了，快下去。我停在幕布后面，然而音乐声没停，大屏幕上反而出现了一段扛白，四周的布景也换成喜庆的大红色。陈怀之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迟了，我把他强摁在凳子上，拿过手边的红盖头，他僵硬地拉住我的手，神情是从未有过的慌乱和难以置信。你加戏了？我不演，你放我下去！我压低声音靠近。晚了，你也不想让我们班比赛倒1吧？害怕、绝望呈现了一个梯次，简直堪比继经验演技老道的演员。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够真实。我顶着猪头，踮着脚尖，猛地扑过去。翠莲，八戒哥哥来喽！他下意识往后退了2步，转身跑得踉踉跄跄。妖怪，你不要过来啊！他逃，我追，整个场地都跑烂了，他也插翅难飞。一个演出了猪八戒急不可待的猥琐劲儿，一个把高翠良教惊恐的层次听到了没有？俏到好，人家夸你呢。陈怀之身体发育的慢，但他心智比我早熟。等我真正到了青春期，才明白为什么每次别人打俏陈怀之要嫁给我，他会生气的脸红脖子粗。小时候2个人的玩笑话，原来只有我一个人当了真。我妈打趣问我喜欢什么样的，高的、壮的，身体好，成绩好，厨艺好，反正不喜欢他那样的。我掰着指头数，每一条都和陈怀之相反。我故意的，谁让他每次都表现得很不情愿，搞得我多差欠一样。明明是他一开始说要嫁给我的，结果打开门，他就站在门外，眼神里满是哀怨和受伤。宋世伟，算我看错你了，这么多年终究是错付了。第2天，陈怀之来跟我告别，他说陈阿姨和陆叔叔要去国外发展合作。后来我妈跟我说，其实是他吵着闹着让陈阿姨带他去养身体。陈怀之让我等着瞧，他说30河东30年河西。他还骂我负心汉，说我狗眼看人低，气得我当场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。那一年我们15岁，这一等就是10年。等着等着，不仅气消了，还差点把他给忘了。我看着面前的人，五官还是那个五官，但是气质和身材完全变了。从我一拳可以打倒5个的类型，到一拳打倒5个我。当然，些许夸张，发疯胡扯到熟人面前，即使我脸皮再厚，现在也忍不住发烫。怪不得我妈那么反常，再三叮嘱我穿好看点儿。感情大家都知道，只有我是蒙古族。我捏了捏耳垂。那什么，好久不见哈。确实，再久一点就不记得我了。我一噎，这孩子净说大实话。那你明知道今天来的是我，怎么穿成这样？
没办法，王子誓死追随土鳖国公主的审美。倒也不必，你也是被逼来相亲的吧？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小时候一起被揍，长大后一起被催婚。当然不是，我是自愿的。我呼吸一滞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看我现在怎么样？不是，哥们儿，你忍啊，一口气憋10年，怕不是就等着今天了吧？我看了他半天，实在不知道下一句该说什么，这就不能续了。那什么，我先回去了。等会儿去哪儿吃饭？2道声音一前一后。不是吧？相亲对象换成我，你连个流程都不愿意走了？前几个的流程也就到这步，我一通操作下来，别说吃饭，对方不骂我已经算很好了，能体面的从咖啡厅里走出去，是我最大的希望。不知道戳中了他哪个笑点，他勾起唇角，看起来很开心。他们能跟我比？这么多年，你的自信是一点没变啊。他想到什么，抱臂后仰。你要是想走就走吧，反正我也拦不住。到时候我只好跟我妈说你看不上我喽。他俯身靠近，眨了眨眼。你也不想被文阿姨骂吧？我毫不怀疑，如果我妈听到我看不上她心目中的完美女婿，我能在25岁收获一顿来自亲妈的竹笋炒肉。算你狠！我拎着包骂骂咧咧上了他的车。要是能提前预知，我宁愿选择被我妈揍，也不会跟他去吃饭。吃完日料送我到家门口。我俩的电话同时响起，陈阿姨和我妈的声音震耳欲聋。陈怀之，你要死啊！穿成那个鬼样子！宋时威，你要死啊！穿成那个鬼样子！下意识转头，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样的震惊。看我回来不削你！看我回来不削你！在无数个朋友发来的幸灾乐祸和嘲笑中，我勉强找到源头。原来我和陈怀之吃饭被偷拍了。偷拍的视频被热心狂友放到了某短视频平台，短短几个小时，点赞量已经破100万。视频里，我俩互相搀扶着走向他骚包亮眼的黄色敞篷跑车。我是吃多了撑的，他是因为鞋不合脚。明亮的灯光照出了他的金色切尔西和我的红色望古紧身衣，高清无码。镜头的最后几秒还特意放大了我们2个人的脸。评论区一片热闹。丢脸丢大发了，重逢后的矜持和尴尬被甩在脑后，我彻底绷不住了。陈怀之，都怪他非要去吃什么饭，还要开那么扎眼的车。男人心虚的摸了摸鼻梁，目光闪烁。慌什么？又不是第一次上电视。冷静冷静，不就丢个脸？可是我妈用脚趾头想都能猜到，我为什么每次相亲都没成功？这次她摆明是想撮合咱俩。要是因为我单方面搞砸了，我回家不仅要挨骂，还有可能挨揍。更可怕的是，以后的相亲势如是洪水。妈的，冷静不下来。男人精致的脸倏然在眼前放大，额头相中，有什么柔软的东西擦过唇角。男人的神情一顿。陈怀之，你要死啊！下一秒，温热的手掌抚在额角，力道轻柔适中，带着股淡淡的柑橘香。是，对不起，都是我错。
陈怀之，你要负责。不知想到了什么，他微怔了下，耳过渐渐漫上红色。你回去就说你看不上我，反正我这么大了，不能再挨揍。至于他怎么跟陈阿姨交代，那是他的事情。只见他的脸由红变白，由白变青，失落中带着气愤，像个河豚。那我就能挨揍了？死道友不死平都。你现在皮厚，扛揍。宋侍卫，你笨得像猪一样，明明有更好的办法，就不能说我们两个正在试着相处中？你非要这么说，那也不是不行，还能帮我挡挡相亲，让我消停一阵。当然，这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，别又搞得像是我强迫了你。什么叫又？我跟我妈交代，成功躲过一劫。我妈笑得灿烂，她说她就知道我俩有情况，半点不见几个小时前还要削我的模样，可能是被陈怀是气的。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，网上重朗看到一段话，特别应景，干脆复制下来，发了个朋友圈，平等的嫉妒每一个会开车的人。因为我残废般的车技，我妈说我到现在只配骑电驴。没过2秒，顶部出现一个小红点。你这张嘴，捐给寺庙都嫌有损功德。第二天，我是被陈怀之吵醒的，他把门铃摁得比我的命还急。幸亏这一层就住了2户，除了我，另一户不知道被谁买了，一直没人住。我面无表情。你最好是有什么急事。他腰间系着围裙。喊你吃饭。文阿姨说你吃饭不规律，我妈让我多照顾照顾你，不得不从。行吧。自从毕业后，我就搬出来自己住了。作为全职漫画师，虽然自由自在，每天吃完睡，睡完画，作息颠3倒4是常态。平时吃的都是外卖，再好吃也腻了。去哪儿吃？我家。他往旁边挪了一步，露出对面敞开的大门。室内装修简约，一看就是刚住进去的。对面是你家？你说巧不巧，我也是刚知道我俩买在一起了。不为别的，主要是觉得这地儿风水好，人少，安静，还靠海。那么多房子，我就觉得这地儿住着最舒服。果然，我们眼光都不错。我就随口一问，你搁那儿当上房地产销售了？以前没见你画这么密，我怀疑他做的饭狗都不吃。狗眼看人低。这话似曾相识。厨房的汤好了，他让我坐着，自己去端。桌上整整齐齐摆着油焖大虾、红烧排骨、板栗烧鸡、香菜牛肉、清炒西波花、手撕包菜、酸辣藕丁、干煸四粒豆，看着色香味俱全。他端着玉米猪蹄汤放在中间。今天过年，还是你要结婚了？他无语，眉梢轻跳，嗓音含着几分高深莫测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得，又是一口憋了10年攒出的劲儿。我是抱着挑刺的心理下拳的，结果发现出乎意料的好吃。他骄傲地看我一眼，眉梢带着得意的神色，好像在说打脸了吧。就这样像过了孔雀，深受打击。我憋着笑，对不住，实在看不得你张狂的样。陈怀之太照顾我了，照顾得过了头。他不让我点外卖，说我年纪也不小了，要多注重身体健康。听我说，谢谢你。每天一到饭点，我家门铃就响，比外卖员还准时。1天3顿，顿顿不落，硬生生纠正了我的作息。要不是看在他做饭好吃的份上，我早就揍他了。我也不好意思白吃，想给他钱来着。但是陈怀之当时脸色就拉下来，他说我羞辱他。一开始我还很客气地说谢谢，辛苦了，麻烦了，但他这人性子怪，听不得客气话。陈怀之，饭好了没有？陈怀之，到饭点了。陈怀之，我明天想吃可乐鸡翅。一段时间下来，相处得越来越自然，仿佛我们10年前少年的模样与眼前成熟的中间没有提溜出缺失。这10年，无论多久没联系，我们还是我们。17，我更新的漫画被读者吐槽了，他们怀疑我是不是没看过男人的身材，画的一点性张力没有。我这人擅长走剧情，你让我搞色色，我是真搞不来。为了更新，打算找个男模特场观摩。鬼使神差的，脑海中浮现一个身影。我一边暗骂自己下流，一边又忍不住顺从本心。毕竟他现在的身材看着是真不错。陈怀之，
你说我们还是不是最好的朋友？他不置可否。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，就是做我的模特，脱衣服的那种。他正喝着水，一口喷了出来，呛得脸红脖子粗。没事吧？我拍拍他的后背，给他顺气，行不行？给句准话。不行。陈怀之，你这就不道义了。你还记得是谁小时候一见面就把最心爱的宠物送给了你？是谁把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糖留给你吃？是谁在你吃不下饭的时候帮你吃？是谁每次和你一起挨揍？是谁处处护着你？是谁在口袋里只有5块钱的情况下，仍然给你买了一只4块钱的雪糕？这些你难道都忘了吗？越说越慷慨激昂，越说越群情激愤。听到后面，陈怀之的表情已经麻木了。宋时薇，你这段话都说了多少遍了？招不在多，有用就行。我期盼地看着他，他扭过头，眼神闪躲，没说拒绝，但姿态已经表明，莫名的烦躁在心里升起，有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感。算了，我找别人去。我转身就要走，突然被一股大力拉住手腕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直接气笑了，声音仿佛从牙缝里发出来：你敢？你想找谁？说实话，一开始想找姓陈的，但是姓陈的不愿意，我打算花点人民币找谁乐意。他眸中情绪翻滚，最终化作一汪泛着涟漪的湖水。你就不能多问我几遍吗？我不得矜持一下？好的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他僵硬2秒，脸热起来。什么时候？今晚8点，记得洗完澡过来哦。我布置好画室，门铃摁响。打开门，男人穿着严严实实的睡袍站在门外，薄唇紧抿，神色僵硬，发梢还滴着水，中间的腰带紧束，勒出净肉的窄腰。我偷偷掐手指，以防自己笑出声。从没见过他这么如临大敌的模样。我把他带到房间里，只有靠窗处放了一张床和一个小沙发，其余是四处摆放的木架和凌乱散落的稿纸。我应该坐在哪儿？声音里带着烟哑。喏，那张床。为了更有氛围感，我特意把灯光调得偏暖。我架好工具，陈怀之坐在床边，手紧紧抠着腰带，仿佛自己跟自己较劲。我示意他快点脱，他凝视我很久，倏然叹了口气。修长的手指摩挲着腰带边缘，浴巾变得松松垮垮，露出紧实的胸膛，往下腹部壁垒分明，线条利落，流畅的恰到好处，浑身透着股力量感，但并不夸张。脱了一半的浴巾，层叠掩住腰下隐约的人鱼线，喉咙逐渐干涩。我刚想开口叫停，却看见男人双眼紧闭，一脸视死如来，手上动作迅速，一鼓作气，连最后一点遮掩都被抹去。目光所及之处，我大脑瞬间空白了几秒。他怎么里面什么也没穿？我说脱衣服，可我没说要全脱啊。他慢慢睁开眼，瓷白的肌肤上渐渐弥漫着红。你画吧。实不相瞒，我也想就这么画，可我现在拿笔的手都在抖，根本不敢看他。那什么，你只用露个上半身就行。他霎时反应过来，脸黑了个彻底。那你刚刚怎么不记停？谁知道你速度太快了，我没来得及。我是不会承认我自己也想看的。他无声地把浴巾提到肩围住，就这么动也不动。眸底看不清，但如同汹涌拍打礁石的暗潮。空气都变得粘稠起来，一片静谧中，他看着我，我看着画。那晚的4个小时，是我度过最难描述的时光。经过现场观摩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挥之不去的身影，灵感多的画不完，根本画不完。我连续几天都泡在画室里，有时会忘了时间。陈怀之经常联系不到我，会着急，我就把家里的备用钥匙给了他。
他会把饭做好，然后端给我。这天晚上，临时想到另一个剧情点，顺手把几天的脏衣服丢进刚修好的洗衣机里，定时1个小时，然后就没管它。径直走进画室，戴上耳机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等我从画室出来时，已经是凌晨3点。入门玄关处放着一碗甜汤，已经凉了，显然放了很久。既没发消息，也没送进来，贴心的有点奇怪。你家为什么会有男士拖鞋？嘛？冷不丁的被这么一问，我回忆了半天，才想起来前2天那双超市买1送1的拖鞋。哦，那个呀，特意给你买的。邀个功，论话术的妙用。是吗？可是我穿43码的鞋，那双41码。这就尴尬了。见我答不上来，他却像是早有预料，神色慢慢的沉了下去，眼底根底最后一丝期望也随之碎裂，是连愤怒都懒得表达的极致碎裂，语气是前所未有的讽刺。所以你们搞艺术的找灵感，甚至可以为艺术献身？别人我不清楚，但是我可以。为了画画熬到通宵，献出我的生命。你出去。可是这是我家。好，那我走。背影决然，好像再多看我一眼都觉得多余。搞什么嘛，不就是让他当个模特？怎么说的好像我干了什么很过分的事情，心里郁闷无比，越想越气恼。真不乐意给我画，当时就别同意。为什么每次都在事后搞得好像我强迫了他一样？情绪犹如浑水中的泥沙，思想乱作一团。自从那天过后，我们陷入冷战。我不想讨人嫌，他喊我吃饭，我不去。后来他也不喊了，我自己点外卖。门铃响了，是我点的轻食。送餐的外卖员戴着黑色鸭舌帽，低着头，看不清脸。把饭送到，一句话没说就走了。我下意识多看了他一眼。回到家里，把饭打开时，敏锐地发现我的饭被人动过。第2天，我没敢再点外卖，吃的泡面。就在我怀疑这会不会是哪个小孩的恶作剧时，手机收到一条陌生短信。这次我可以确定，我应该是被变态盯上了。安静的房间里，门铃的响声突兀而急促，我心跳得飞快，霎时满脑子刑事案件，不敢去开门。等第2遍铃声终于停歇，我的后背已经湿了。我刚想报警，却发现电话响了。是陈怀之打来的，那头的声音带着紧张，语速飞快。你现在在家吗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我在你家门外。脑海中紧绷的弦突然断掉，像是漂泊的船终于看到岸。我打开门，二话不说扑向他怀里，眼眶里的泪水好似决堤，顺着脸颊哗哗淌落。他就这么抱着我，一下又一下轻抚我的后背。别怕，我在。等我发泄完情绪，哭累了，发现自己坐在沙发上，被他半搂在怀里，后腰的触感明显。我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烫，他低着头，伸手抚过我的眼角，将指腹轻轻按在眼尾潮湿处。发生了什么？他皱起眉头，眼底的厉色渐浓。
报关，我陪你去。帽子叔叔说可能是熟人，目前证据不足，不能证实那个外卖员的嫌疑，需要再查。从派出所回来后，我后知后觉。你怎么知道我出事了？你家门铃今天一天没响，你没点外卖。这件事解决需要一阵子，你一个人住对面不安全，搬去我那儿。语气熟熟的，好像我们没有在冷战。看着他干净利落的侧脸，我慢吞吞道：“好。”搬进他家后，我们默契的谁都没提冷战的事情，双方之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。他把主卧让给了我，自己睡侧卧。等我晚上出来喝水时，却发现本该在卧室的人躺在沙发上，茶几上的电脑屏幕还亮着蓝光，长腿憋屈地蜷在一起，身上的薄被滑落大半。柔和的月光洒下，浓密的睫毛在鼻梁处扫落一片阴影，呼吸浅浅，安安静静。初夏的夜晚仍有几分冷意。我慢慢上前，捏住滑落的被角，盖在他身上。下一秒，仿佛丙冰息。他半睁开眼睛，眼底带着几分朦胧的睡意。他伸手抓住我的手腕，偏头在我手腕内侧落下一吻，唇上绵软的触感，伴随闷热烫在脉搏，几乎要与他一同灼烧。我仿佛被抽掉了全身的骨架。就这样愣愣地站在原地，直到他的呼吸再次梦里醒来，轻轻一成魂，我才反应过来，走进房间。关门的刹那，沙发上的人睁开眼睛，眼底全是清明。他半捂着脸，面色闪过几分复杂，纠结和妥协交织。因为几天没回家住，我把床单被套都换下来，打算放洗衣机里洗一遍。等我摁下定时键，接下来的一幕震惊我眼球。这个洗衣机它有病，它在疯狂震动，以一种规律中带着不规律的节奏，还伴随着语调不一的呻吟，声音大到整个房子都能听得一清二楚，除了我那件隔音的画室。我的耳朵脏了，荒谬，简直是荒谬。陈怀之怒气冲冲的声音从背后由远近近：“宋时威，你让他滚，我陪你找灵感。”我一转头，就见他神色石化的站在身后，盯着抽风的洗衣机一动不动。不是，他洗就洗，为什么会发出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声音？时间静止了几秒，我脑海中的点滴串联在一起，浮现出一个荒诞的猜测：让谁滚？让他滚吗？你该不会以为是我发出来的声音吧？他吞咽了下，耸兀的喉结上下滚了滚，满脸涨红，眼底多种情绪翻飞，有些心虚的看着我。我冷笑：你也荒谬，你没长嘴吗？不知道直接过来问我。他脊背挺得笔笔直，语气平静中带着不易察觉的哀伤。你说不要我就不要我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吊又吊得很，结婚又不肯。第5天晚上，变态被抓到了。他又一次想放白菊花在我家门口，被陈怀之逮了个现行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陈怀之有床不睡，睡客厅沙发的原因。差点忘记他是学计算机的，靠门好抓人。结果很意外，是我某个相亲对象。他被陈怀之压着送去关局时，鼻青脸肿，门牙都少了2颗。警察问他怎么了，他目光扫了眼陈怀之的方向，浑身抖了抖。陈怀之冷笑：看我干什么？想污蔑我是我打的？我都说了，我看见你的时候，你就已经门牙漏风了。相亲男眼神惊恐，疯狂摇头，一把抓住警察的手，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。警察同志，是我自己摔的。
我气不过，质问他：我什么时候答应和你谈恋爱了？上次见完面，我觉得你挺好的，我妈也觉得你还行，除了个子太高，勉强可以进我们李家的门。家里没有镜子总有尿吧？1.6米的小土豆，轮得到你嫌我长得高？找对象不能光看对方长相，也要看看自己长什么样。周围传来隐晦的憋笑声。最后，相亲男因为屡教不改，被关7天反省教育。都说酒后吐真言，我拿出一瓶从我爸那儿顺来的藏酒，能喝吗？当然能，我什么都能。我失笑。2个人就这样坐在沙发上，一口接着一口，彼此在等什么，心知肚明。傍晚的夕阳透过落地窗悄悄伸脚，柔和的霞光沐浴全身，脸上染了一层粉晕。他沾了酒，唇色亮晶晶的，双眸也因为酒势上头，显得朦胧而又妖娆。我突然凑近，距离小到呼出的热气交缠，总想替过去要个答案。是你说要嫁给我的，你怎么后来又不乐意了？他咬了咬唇，声音带着委屈：我没说不乐意，我那是害羞，害羞你懂不懂？他吸了吸鼻子，仰头看向窗外。你喜欢什么样，我就努力变成什么样。可是你明明说好等我的，结果自己先相亲去了，10年一个电话都不打。你知道我这10年是怎么过的吗？我把脑袋靠上他的肩膀，轻轻捏着他的耳垂。你太可爱了，像小时候一样的可爱。他哼了一声，扭过头，伟伟却悄悄靠近，试探我的指尖，然后十指相扣，牢牢握紧。阿姨说你喜欢闷骚的，这我学不来，明着骚行不行？他一个使劲儿掌住我的后腰，压在沙发上。我抿着笑，不答。气氛逐渐浓稠的快要发酵。他慢慢向我靠近，呼吸加重。忽然，外面传来门开的声音，来不及反应，就见陈阿姨和我妈已经愣然地站在玄关处，客厅的情况一目了然。下一秒，2人十分自然地转身，假装没看到。出了门之后，笑声根本藏不住。哎呀，我就说这俩孩子相处的可好了，我就说咱俩早晚得是亲家母。我抬起胳膊搂住他，打俏道：完了，要假戏真做喽。他认真纠正：笨蛋，明明是好事将近。对，好事将近。我们曾在春去秋来里失去联络，又在如今的春花秋月里再次无话可说。